家偶天成》这部剧是根据十四郎那本超火的小说改编的。故事一开始，女主苏婉是个凡间的将门孤女，家里被奸臣害得差点全军覆没。为了保住家族，她只好跟天庭里镇守玄渊封印的战神凌云签了个契约婚姻。等他们大婚之后，苏婉就用自己的灵力去帮凌云加固那个有点松动的玄渊封印，而凌云呢，就负责保护苏家上下平安无事。本来以为这只是一场你情我愿的交易，结果大婚当晚，封印就出问题了，玄渊的魔气漏了出来，两人被卷进了一个大漩涡，不得不一起去找修复封印的办法。按照剧里的设定，要想打破命运的枷锁，彻底修好玄渊封印，他们俩得经历换皮、换肉、换血、换骨、换心这5重考验，每一重都是身份和情感的巨大转变。换皮节，他们逃到了一个凡间小镇，为了不被发现，只好互换身份，体验了对方完全不同的人生。这一换，他们第一次放下了对彼此的偏见，心里还悄悄萌生了那么点情愫。换肉节，玄渊的魔气追来了，女主为了帮男主挡住，自愿承受了换肉剔骨的痛苦。男主这才发现自己对女主的感情早就不是契约那么简单了，他的心房彻底崩塌，对女主动了真心。换血节，反派想离间他们，让魔气同时进了他们俩的身体，为了解毒，他们只好交换血脉，一起经历了生死考验。这一遭下来，他们的感情更稳了，还约定不管结果如何都要一起面对。换骨节，男主为了救被魔气重伤的女主，废了自己半身仙骨，用仙骨换了女主的命。他从高高在上的战神变成了凡人，两人在凡间过了一段没有身份束缚、平静又安稳的日子，这也是全剧里少有的又甜又虐的片段。换心节，最后的大难来了，女主才发现自己原来是1000年前死去的战神的心魂转世。要想彻底封印玄渊，她得献祭自己的心魂，这可是全剧最大的剧情冲突啊！经历了这5重劫难之后，家偶天成没有落入传统仙侠剧牺牲一人换天下太平的老套窠臼，而是在一群仙友的助力下，男女主角携手改写了天道定下的宿命。女主心魂归位后，没有选择牺牲自己，而是与男主联手重塑了玄渊封印，既护住了天下苍生，也守护了他们的爱情。最终两人共同镇守玄渊，谱写了家偶天成的完美篇章。追家偶天成时，最让人心疼的莫过于六千桥了。身为活了1000年的战鬼，他身负5不全的诅咒，为了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，他借用了贪官陆怀的身份，与想要破解克夫命的新梅结了婚。这本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，谁料他离世后，新梅竟不顾一切为他复仇。隐匿身份的战鬼大人终究还是按捺不住现身了，从此深陷情网，无法自拔。6000桥的起点既清醒又孤独，作为战鬼的后代，他自出生起就被诅咒笼罩，看不见色彩，尝不出味道，甚至感觉不到疼痛。为了摆脱这无尽的痛苦，他必须经历换皮、换骨、换血、换心的重重磨难。借陆怀之名娶新梅，不过是他渡劫途中的一枚棋子，与爱情无关，只为自保。但他未曾料到，新梅的正义感会让这场交易变得面目全非。新梅误以为他是含冤而死，不顾仙门规矩，闯入京城为他讨回公道。面对仙门的追杀，朝廷的搜捕，新梅陷入绝境，而他本可以置身事外。毕竟这场婚姻本就是一场戏，他没必要为一个交易伙伴冒险，但他还是去了，抛开陆怀的伪装，以战鬼之躯，一次次为他化解致命危机。有时候人就是这样，越想挣脱的束缚，越会在不经意间深深烙印在心底。看6000桥的故事，真的让人破防。别人都争着修仙成神，唯独他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，却只渴望做个普通人，不用承受永生的寂寞，不用经历剜肉剔骨的折磨，能吃上一顿美味的饭菜，能睡上一个安稳的觉，这就是他所追求的。权力再高，也比不过人间那点平凡的烟火气，可这点平凡却偏偏被爱情搅得天翻地覆。谁能料到，那个杀伐决断的战鬼大人，私下里竟是个爱吃醋的家伙。新梅和其他修士多聊几句，他表面装得若无其事，眼神却冷得像冰。有人向新梅示好，他嘴上不屑地说真是不知死活，背地里却默默把麻烦解决掉。这位活了1000年的老妖怪，居然会为了一个小姑娘变得不再那么沉稳。看来再强大的人，遇到心动的人，也会变得又笨又小心眼。任嘉伦真的太绝了，每次都被他的演技深深吸引。他把6000桥的复杂性格演绎得入木三分，变成战鬼时眼神犀利，
身姿矫健，浑身散发着杀气。吃醋时的隐忍，心动时的迷茫，还有保护新梅时的坚定，每个小表情都让人心动。心理戏也演得超棒，把对新梅的牵挂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他不是在演六千桥，他就是六千桥本人。活了1000年，他什么没见过，却偏偏在新梅面前栽了跟头，心甘情愿地吃爱情的苦。原来最动人的深情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千年孤寂后，有人为你点亮生活的温暖。千年战鬼不怕生死，不惧诅咒，只怕你受委屈，只怕你不爱我。战鬼族本应冷血无情，但六千桥却比人族更有温度，更有人情味。战鬼因不敬神明被罚1000年，神罚的核心是五不全诅咒，还有力量受限、嗜血癫狂、宿命孤绝3大难题。五不全就是看不见颜色，尝不出味道，感觉不到疼痛，睡不着觉，还嗜血成性。六千桥和新梅相亲结婚时，他的反应可不像个没感情的人。听到新梅的回答，他还会给出有趣的反应，比如猜测新梅是不是有心上人，现在和他结婚只是为了画煞，好和心上人双宿双栖。他听后居然笑了。为什么笑呢？我觉得那是一种欣慰的笑。看到小情侣们甜甜蜜蜜，我也会忍不住嘴角上扬，心里想着，原来这世上还真有这般美好的爱情啊。不过这甜蜜里也藏着几分苦涩，毕竟那不是我所能拥有的。但即便如此，我还是会心生向往，对美好爱情满怀期盼。陆怀为何会锒铛入狱？虽说他换骨时早有打算，但他就百姓于水火，却被权贵诬陷，成了替罪羊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他身为战鬼，虽嗜血癫狂，却一直克制自己，不用神力，而是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一样生活。就连他扶持七皇子上位，也是用的普通人手段，一步步稳扎稳打，而非借助战鬼的力量。六千桥为何表现得如此像人？哪怕他五感缺失，但见过太多人如何追求姑娘，他就像个拥有智能系统的 AI， 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该给出什么反应，仿佛给自己安装了一个人族城市。所以无论是仙族还是人族，都对他不够友好，都不值得他付出真心。但他依然坚守自己正义的心，因为他从始至终学的都是做人的道理，坚持的都是正义之道。至于六千桥为何要在临死前娶新梅，并非因为他在世间已无亲人，而是他深知自己最大的敌人来自战鬼族。当年战鬼族妄图用世间半数生灵来催熟建木，结果惹恼了世人，有狐族大祭司袁仲与人族仙门联手，将战鬼族一举歼灭。而六千桥的母亲厉朝央正是战鬼族的族长，也是最完美的战鬼人。厉朝央17岁那年遇见了六千桥的父亲陆景然，18岁她不顾战鬼族反对，毅然嫁给了陆景然。20岁她为陆景然生下了孩子六千桥。然而25岁那年，她却杀了陆景然全家，带着六千桥回到了战鬼族，成为了新一任的族长。厉朝央和陆景然曾真心相爱，但他们的爱情之路却充满了坎坷。厉朝央虽能在战场上保护陆景然，却不懂得如何洗手做羹汤，不会说甜言蜜语，更不会逗孩子玩。陆景然渐渐觉得厉朝央并非他心目中的理想妻子，开始质疑他的爱。直到25岁那年，厉朝央经历了变身之劫，这是每个战鬼族人必经的成人礼，觉醒，唯有如此，方能算作真正长大成人。他手持方天画戟，血洗陆家。末了，陆景然却含笑恳求，愿得一死解脱。厉朝央携六千桥重返战鬼族领地，身为100年一遇的完美战鬼人，厉朝央让厉家在族中的地位水涨船高。六千桥年仅15，便以战功赫赫，荣升骠骑将军之位。然而战鬼族中因激怒众势力而遭灭顶之灾，厉朝央也隐姓埋名，避世而居。六千桥在宫中的地位变得微妙而复杂。战鬼族既已覆灭，厉朝央这个少主之名也不过是空有其表。但皇帝深知战鬼族之强，凡人难以匹敌，他既要安抚仙门百家，又要防备六千桥谋反。皇帝曾一度命六千桥去守皇陵，正是在那里，六千桥结识了那位不受宠的小皇子。他助力小皇子登基为帝，小皇子后来成了小皇帝，再后来成了老皇帝，与六千桥所遇的权谋之事并无二致。六千桥觉得不通人情世故的人生实在无趣，他渴望成为真正的人，但厉朝央却始终无法接受他身上的人性。他爱陆景然，却也对陆景然满怀愧疚。自将六千桥带回族中，他便与他刻意疏远。六千桥渴望成为人，最无法接受这一点的正是厉朝央。
他一心希望六千桥能如他一般，成为无坚不摧的完美战鬼人。战鬼人久失无感，人世间的每一刻都如同受刑。他们曾试图催熟剑木，重建天梯，以图再与天界相连。虽上次尝试被阻，损失惨重，但幸存者从未放弃。其实早有预言指出，新梅乃救世之主，只是那日降生之人众多，有灵根者亦不少，新梅便隐匿其中，不显山露水。后来六千桥历经换心劫难，终成一介凡人。新梅出手，成功挫败了战鬼族那暗藏的阴谋，